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部影片呢，会比较接近于完工的经验分享。这一艘大和号是使用 Verifier 的豪华版，我制作的时间大约1个月左右。就之前已经有照了3家大和号的对比之后，有经验以后，在制作 Verifier 的豪华版的大和号，速度其实可以快也蛮多的。OK，那这一次制作上有一些之前没有去克服的地方，这次都把它克服了。OK，那我们就先从舰首来说。以舰首来说的话，以前我在组装这个菊花纹徽章的这一块零件的时候，在旁边它都会有一些组合缝的这痕迹哈，那位置大概在这个部位。那这一次我有把前舰首的甲板稍微把它研磨的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可以让甲板稍微往下沉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它的整个缝隙的线是可以核对的起来的。那核对了起来以后，你只剩下接合缝，把它处理掉之后，基本上这一块就可以做成是没有缝隙的。好，然后呢，这一次全部更换了 Verifier 它原厂所附的打孔爬梯的10颗片。这是0.3的直径的砖头下去钻的孔，钻一整排的，然后把爬梯埋到里面去，这样子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由于它是10颗片，所以它有点脆弱，你有时候摸到它了以后，它会有一点稍微扭曲变形的样子，所以你还要拿着镊子去慢慢的把它调整到全部都顺。那就等到展示台地台来了以后，我要用亚克力罩把它罩起来之前，我再做最后的调整。OK，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属于船身的部分的上色。船身部分的上色，在靠近水机械的地方，有做了一个黄色油画颜料的渲染，让它稍微有点类似生锈的一种感觉。那水基线之下呢，还有用蓝色以及绿色的油画颜料去点缀它，让它有点类似青苔的这种感觉。OK， 好。那在制作上的话，这一次尤其是在剑桥的部分，做的方式比较不太一样。早期我会比较趋向于田工的组合方式。田工的组合方式是整个剑桥组装好之后放到舰岛上面去。那田工的密合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以 Verifier 来讲的话，之前进阶版的大和号我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现说，下面这边会有点的不密合。所以我就必须要在下面做一些修改，才把它装上去。那这一次我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我直接在舰岛上面慢慢的把左侧舰桥、右侧舰桥以及背板跟正前方，像盖房子的方式，在舰岛上面搭建起来以后，我才发现下面完全没有缝，它是吻合的。后面的背板，后面的这块背板一样，没有任何的缝隙。所以组合的方式，我觉得是要在舰岛上慢慢的把它组装起来，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OK， 好，再来制作上的话，烟突的这个部分，烟囱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举水作战的那个纹路然后举水作战的那个纹路的外侧还有一个环巾，所以变成说我把整个烟囱组装好上色了以后，上面的这个环巾以及后面的这个排烟管是最后才安装。烟囱上好色，水贴上去以后，排烟管以及这一根环巾是最后才安装上去的。这两个零件是要另外上色，所以才可以把贴纸压在里边。OK， 那烟囱的顶罩的部分，这个不是纯黑色，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摩多这一家公司出的颜料，它是烟熏色的，所以是有点带棕色的那种烟熏效果。然后 Verifier 的水贴还包含了在所有的这种观测所下面会有一个转向刻度，这个水贴这里也有，以及这边这一次全部都有贴上去。那再来就包含了内部127防空炮的内部，它的环状的这个平台，它是跟木甲板的纹路是一样的所以我跟 Verify 的老板确认过他的考证资料，他是说里面是木头的材质，所以上色就是使用木甲板的颜色去上色。好 ，OK， 再来就是这一艘大和号是帮一位客户代工制作的。那这个客户他也有说到，在旁边的3连装，它竟然是它有2种型号，一个是 A 型，一个是 C 型。C 型的部位是1、2、3、4，这4颗1、2、3、4，那分别是爬梯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 A 型的，所以它这边就没有爬梯。整艘船大部分都是使用 A 型的，包含舰尾。这个时候是 A 型的 ，A 型总共有16颗然后 C 型的这个有爬梯的，总共有8颗所以它的位置就要参照说明书下去安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木甲板上面有一些这些东西。在木甲板的上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孔洞这个是排水口这个跟张老板确认过以后，它是有排水口的这些零件，这些零件它都标示在蚀刻片说明书的第2页所以就看到这边有这一整排都是小的蚀刻片你要先上色，然后再把它安装上去。好，然后再到后面这一次就有安装所谓的登舰梯水手的登舰梯、长官的登舰梯这一些都有安装上去，然后沙包也全部都有安装上去。所以以制作上来讲的话大部分能够装的零件已经全部都装上去了。那舰载机还有在外加滚了铆钉上去，让它看起来效果更好一点。那舰载机上面除了尾翼上面的条纹以及编号，其他的这一些日本国旗以及航空识别标志的这个黄色的识别带这一些都是用遮喷的方式分色去把它做出来的，包含下方的这个浮筒，前面的这个红色的带子，以及浮筒的分色，这些就是用喷的方式把它喷出来的。OK， 那再来就是讲到舰尾的吊车的这个部分。这个吊车它 Verify 有改良过之后，是把这边有4条滚轮的线给收短了以后，让吊车的尾巴是抬高的，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可以闪过防空机枪的平台闪过防空机枪的平台，它的吊车才可以放在它原本要安放的固定的位置。这就这一次组装这一艘大和之后的一个心得的分享。然后接下来就是等 Verify 的大高雄号重巡洋来了以后，我再尝试看看制作高雄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它做成迷彩的配色。那下一集应该就是使用高雄号来拍摄影片，那跟以前一样，可能会拆成4到5集，给大家看一下制作过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OK， 如果东西到了，我已经开始在拍了，我会在固定时间上传影片给大家参考。OK， 那这一集就到这里，好，感谢各位，谢谢，拜拜。